F-35隐身战机的心脏病爆发了，美国要掏360亿美元善后，更惨的还在后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费元少。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国的战斗机经常有心脏病问题，直到涡扇10发动机的成熟，才解决了这一短板。而涡扇15的量产，又让中国的航空工业和航空发动机工业底气十足。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美国最先进的 F-35也有心脏病，而且还非常严重，你会相信吗？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反正我信了，因为这是美国政府集合人员提交的报告所确认的事实。美国国会集合处最近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洛马公司的 F-35战斗机的发动机因为过度使用，在未来数十年间可能要再花380亿美元大修，以帮助冷却战斗机上的雷达和其他元件。美军现在大约有540架 F-35战斗机，假定美军在未来10年再列装740架 F-35，那就意味着每架 F-35因为心脏病而带来的损失就高达5500万美元，这几乎就是一架歼十 C 的采购成本了。在这份长达91页的年度新报告中指出， F-35因为冷却系统运作过度，导致其发动机一直处于超出设计参数的状态下运行，而超高温工作又增加了发动机的磨损，缩短了发动机的寿命。为此，不得不增加380亿美元的维修费。在找到解决方案之前，美军的 F-35首先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发动机的大修时间会很快到来。F-35是一款美军计划使用到2080年的战斗机，装备规模会非常大，安排的预算是1.7万亿美元，而因为心脏病所带来的负担，有可能进一步破坏美军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制计划。F-35战斗机的冷却系统主要是用于冷却雷达以及其他的重要元器件，而发动机输出的额外动力越大，其工作负荷就越大，寿命就越短，而且更大的噩耗还在后面。由于 F-35战斗机的第4批次需要进行升级，随着更先进的航电系统、机载计算机、电站系统和数据链的使用，对 F-135发动机的供电量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这些系统性能越强，就越要求冷却系统能够提供更多的冷气。这也意味着 F-35战斗机未来将面临2大问题：一是如何提供更大的发电量，二是如何提供更多的冷气源。而且呢，其前提条件是 F-135发动机还不能过热工作，否则就会进一步的降低发动机的使用寿命，甚至会导致故障的频发。美军的报告还披露，第4批次的 F-35战斗机的升级经费又增加了10亿美元，已达165亿美元。而洛马公司2022年的战机交付有半数都被延迟了，可见美国的 F-35已经陷入了危机。因为不对它进行改进，它无法正常作战，而如果完成了改进呢，又需要额外的提供电能和冷却源。不要说这款战斗机的性能原本就很差，如果不在雷达和态势感知能力上做相应的升级，那么它还将落后于歼20。所以美军对 F-35的需求是有增无减，但是第4批次的 F-35战斗机已经因为其发动机的发电能力和制冷能力的不足而处于难产状态。F-35的困境证明现代战斗机对发动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不是说你的推力越大就越好，而是要同时兼顾发电能力和冷却能力。再考虑到美军已经事实上放弃了变循环发动机，那么他们在战斗机的心脏领域真的对中国没有什么优势了，甚至有可能会逐渐出现劣势。有人会说， F-35战斗机的推力不搞那么大不就可以了吗？问题是 F-35那么肥那么重，肥电要是没有强大的发动机，在机动性能上只会更加不堪。总体而言，
F-35真的是一款设计失败的战斗机，因为在气动设计方面它没有优势，需要有更大推力的发动机，而发动机推力过大，又将导致冷却和发电能力的不足，最终造成使用寿命的缩短和使用成本的进一步增加。由此不难看出， F-35将有可能成为大量消耗美国军费的鸡肋式的作战平台。我们以后真的可以把心脏病这个词儿送给洛马公司，因为 F-35战斗机在这方面真的是名至实归。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